看来你心中有了主意了，那老夫就不多事了。大眼神君嘿嘿一笑，声音戛然而止。韩立闻听此言，叹了口气，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。芈月，你的情况怎么样？前些日子的大战，你受伤也不轻吧？多谢主人关心，小婢身为欺凌，本身没有太大的事情，但是狐妖之体受损不少，恐怕一段时间内无法帮上主人大忙了。没关系，以后这段时间我会小心行事，不会需要你出手，你好好静养。是，主人。音乐似乎真的有些虚弱，勉强回答了一句，就同样不再说话。韩立眉头紧锁，心中苦笑不已，静静地在车上打坐一会儿后，突然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扶，手中多出了一只半尺大的玉盒出来，上面贴着几道白光闪闪的符箓，似乎里面禁制着什么东西的样子。韩立用几根手指轻抚了一下玉盒上的符箓，脸色阴晴不定起来。当日被击毁肉身的元婴中期突兀人仙师，虽然有一部分残魂附在那分裂的元婴上逃了出去，但是和其心神相连的那只噬金虫成熟体，却因为没有主人的指挥，被熟知噬金虫习性的韩立用第二元婴轻易地生擒了下来，并禁制在了玉盒中。原本还打算等到一闲暇时光后，就研制一下成熟噬金虫和它的噬金虫差别多少，但是现在修为大降，必须及早处理此虫，否则万一成熟体噬金虫神通远超自己预料，以后破镜而出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以他现在的修为，再想擒住此虫是不大可能的。想到这里，韩立深吸了一口气，忽然一翻手掌，手中多出了几杆颜色各异的阵旗，手指轻轻一弹，几杆阵旗飞射四周，一个直径丈许的禁制护罩凭空出现在了车内。韩立把玉盒平放在膝盖上，缓缓闭上了双目，头上黑光闪动，一个黑绿色元婴出现在了天灵盖上，双手一搓，那杆乌黑的阴罗旗就出现在元婴手中。这杆魔幡因为一开始就交与第二元婴炼化驱使，现在却成了他唯一一件不受五鬼锁神大法限制的法宝。噬金虫身体水火不进，刀枪不入，他唯一灭杀此虫的方法就是用阴罗幡中精纯魔气将虫元神识抽出，再放入幡中炼化成幡的元婴魔头驱使。具体的炼化方法当日都从那阴罗宗长老神识中早已得到，这个过程当然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完成。其实若不是这只噬金虫主人元神大损，反而连累的此虫奄奄一息，他还不敢打此主意。对成熟体的噬金虫，他戒心可不轻，就是如此，他才连禁制都先布置下来，生怕出什么乱子。这时黑绿色元婴将手中的小幡往上面一抛，化为一朵持许大魔云漂浮不动，而元婴一纵，跳入云中不见了踪影。随即魔韵往下一沉，一下将膝盖上的玉盒包裹在了其内。盒中顿时传出吱吱的虫鸣声，声音不大，但却暴怒之极的样子。魔云裹着玉盒开始翻滚汹涌起来，里面虫鸣声尖利刺耳起来，但韩立无动于衷，两手掐着法诀，身形动也不动。在禁制之中，他根本不怕虫鸣声会惊动外面的苍鹭部凡人，只要全心将此虫元神抽出即可。于是一场艰难的炼化就此开始。车队外面的苍鹭部人对这位韩仙师大感兴趣，但这位仙师自从进入车辆中，从此不再出来，他们自然不得而见。族长鹰鹿更是严禁这些部众前去打扰仙师的修炼，这让其余之人大感沮丧。下面的10余日内，不知是不是托到了这位韩仙师的鸿福，不但在经过的峡谷中找到了一个野羊群，打到了足够的猎物，而且接下来的半个月内，车队竟然一直安然无事，这让提心吊胆的鹰鹿大松了一口气。他算了算路程，再过几日功夫就可以到达一个极其安全的歇脚之地，那里是天蓝圣殿用法力极快建立的一个临时驻地，专门是为远路赶来的各大小部落聚集歇脚。一等开灵日结束，
这个驻地马上就会被拆掉。英路正暗想着此事时，头顶突然有什么声音传来，下意识地抬手看了一眼，只见一道刺目的白芒破空划过，里面隐隐有个人影似的，但是转眼间就消失不见。苍鹭部其他青年见此，不禁一阵的骚动，而老者却眉头皱了一下，心中有些嘀咕。以他昔日圣战经验，这些光芒分明都是高阶仙师在低空中飞过的遁光，这种意境一般来说很少能够见到。一般的高阶仙师可都是在极高的地方飞掠而过，地面上凡人很难发现。可是他没有记错的话，从前几日开始，这已经是见到的第4道低空飞行的遁光。难道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？是哪个部落的贡品被抢？心中有些疑惑不解，仙师对下面的路程更加放心了起来。一路上有这些高阶仙师巡视，那这段日子内应该是安然无忧了。鹰路如此思量着，回首对车队其他人大声招呼了一声，督促车队再次加快几分速度赶路。老者自然不知道，从头顶上飞过的那道白芒一直在方圆100里内低空四下飞巡好长一段时间了，一刻都没有停下，但最后还是毫无所获，向南而去。结果在不远处，另一道红色遁光从另外一个方向斜射而来，2道遁光碰到一起，光华一脸，2道遁光中显出了一男一女2个人影。男的40余岁，一身淡黄皮衣，面容普通；女的27、8，浑身翠绿色宫装，颇有几分姿色的样子。原来是秀仙师，我这边没有什么发现，你那边怎样？可有那人的踪迹吗？李兄，你可看我像有发现的样子吗？这几日我已经搜完了那方圆2000里的所有地方，都没有丝毫踪迹的。那人不是不在此地，就是隐匿功法实在高明，凭我的修为还无法发现他的行踪。要不要我们2人联手再仔细搜寻一遍，把路上遇见的那几支进贡的车队也盘问一二？看来黎仙师针对奖励的毒龙丸动心了，但可别为了此药把自己的小命也赔上了。这话是何意思？难道秀仙师不动心吗？黎兄接到任务时，那些元婴期上阶仙师如何对你说的？上师对我说，有一名外族元婴修仙者闯入了我们天蓝草原中，并且重伤了一位上阶仙师，所以要将其生擒活捉的。对方已被其他上阶击成了重伤，我们这些结丹期仙师拿下重伤的他，绝不成问题的。黎兄果然因为来的较晚才知道的不多的。要是我的话，就绝不会这般热心的去找这位外族修仙者的。修仙师既然如此说，肯定有自己道理的，能否给在下讲一下其中的缘由啊？中年修士闻言，神色也郑重了起来。宫装女子默然了一会儿，叹息了一声。黎兄和我也认识了多年了，此事倒也应该实言相告，省得黎兄稀里糊涂送了性命。我来的较早一些，倒从一个长辈那里听到了一些这个外族人的确切消息。这名外族人是元婴期修士不假，也的确被击成重伤，但是出手的人可不是什么上阶仙师，而是主持此事的呼大仙师亲自出手，才击伤的对方。什么？是大仙师出的手？不错，而且我听说那外族人还是在被好几位上阶仙师团团围住的时候，才被大仙师偷袭得手。而在此前，已经有3名上阶仙师被此人一路灭杀。据说此人神通毒辣之极，出手非死即伤。就是如此，其在重伤之后，仍然施展了秘术，当着大仙师面逃之夭夭。因此我看，这外族人10有8九是大仙师同阶的修仙者。若是如此的话，对方即使受伤再重，灭杀我们2个结丹期的小修仙者，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为了2瓶毒龙丸，我可不赔上性命的。而且我看那些上阶仙师之所以让我们这些人去找此人，多半是把我们当做了弃子。他们不是在我们出发前给我们一人施展了一个引魂术吗？哼，说是怕我们出危险了，
好及时能找我们。我看多半是想让我们打草惊蛇，逼对方现形吧，然后我们易陨落，再给他们引路追踪此人。竟然有这样的事情，他们竟把我们当成了炮灰，我们要如何办才好？中年男子听了宫庄女子的解释之言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不禁惊怒之极起来。很简单，不是已经搜寻过一遍了吗？这也就够了，无需再做更细的事情。这样既可以交差，也无需冒多大的风险。先静等别人能否发现外族人，若是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发现此人的话，自然更好。一直没有音讯的话也无所谓了。到了开灵日，所有仙师都要去圣殿拜祭一番，我们自然也会被召回。就按秀仙师之言办，毒龙丸虽然好，李某还更珍惜自己的小命多些。踌躇了一下后，中年男子立即判断出了其中的利弊，毫不犹豫地说道：好，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先去那边的圣殿驻地休息一下。这几日那里会聚集不少部落的进贡车队，说不定还能先找到需要的东西呢。然后再每隔几天做做样子，私下去搜寻一番就可以了。宫庄女子轻笑一声，男子对此自然没有意见。随后二人重新化为一红一白两道惊鸿，向南方径直飞去。一间密不透风的密室中，一个丈许高青石供桌，四周插着十几杆颜色各异的阵旗，组成了一个临时阵法，闪着淡淡的灵光。供桌上有一个类似阵盘的碧绿圆钵，上面绿气阵阵，隐隐有个身形模糊的婴儿盘坐其中，吞云吐雾，似乎在修炼什么功法。密室的四角各有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手握一杆碧绿色的法旗，盘膝而坐。这些法旗全都指向中间的圆钵，从旗尖上正喷出一股股纤细的绿雾，向中间圆钵缓缓飘去。这诡异的一幕仿佛一幅画卷般，一切都寂静无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四名老者脸上均显露出疲倦之色，绿雾中的婴儿经过这一段时间，身形却似乎清晰了一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真是有劳三位道友了。再过几日，贵师弟应该就能够自行回复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坐在密室西北角的一名红发老者将法旗一收，站起身来，双手抱拳，冲着其余三人施礼。哈哈哈，辉兄何必多礼，我等和贵仙师相交许久了，为其尽一点力是应该之事的。三名老者也随之收了法旗，其中一名无须的白面老者也急忙回了一礼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人情我与师弟二人铭记在心。道友何必如此客气？